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湖北利川。我们经常去上海、天津以及广州走一走的话，会发现很多教堂就是在差不多100年左右那个时候修建的。而在利川这个大山里面呢，也有一座教堂。这个教堂呢有比较特殊之处，分为男教堂和女教堂是分开的。一般我们都说教堂都是建立在繁华地带，在城市的中心。那么为什么在利川这个深山老林里面有这样的教堂，而且分了2部分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我们就来探寻一下大概100多年的故事。这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现在先去那边男主教堂看一看。由于这个教堂啊分为男女的，不在一起，所以那边是女的，这边是男的，我们要走过去才能看得到。现在走的这条道路呢，大家看到身后是有很多杉树，这个杉树不一般啊，是叫水杉。那么其实在很早之前呢，当时的很多专家都以为这个水杉树灭绝了，在中国找不到。但是在几十年前，有一个专家呢，从利川谋道站路过的时候啊，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水杉树，有600年左右嘛，被称为中国的水杉之祖。所以呢，现在大部分的水杉树啊，种子都是通过那棵树来的。大家可以去看看，就在利川的谋道镇，被称为天下第一水杉。现在我们去上面的那个男主教堂看看。那么这个上面的台阶呢，大家猜有多少？99个台阶。整个这个地方大概是120年的历史。你像这些，其实以前也是有东西的，后面是被破坏了。这个教堂是1897年开始修建的，修了3年，1900年建成，那1906年正式竣工，所以呢也有100多年的历史。其实这个教堂啊，还有一段辛酸史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属于清王朝，那个大家都知道，清王朝腐败无能，对外国呢，就我们说的卑躬屈膝一样的。那这个地方当时是西方的传教士来，在这里呢做了很多坏事，最后呢激起了老百姓的那个我们说义愤填膺。老百姓后面呢，就我们说的要把那个传教士赶出去，那就爆发了相当于一个小的农民起义一样的。但是呢，清王朝腐败无能嘛，还镇压这些农民起义。当时这个教堂呢是被老百姓烧毁了，但是当时光绪皇帝啊又亲自那个下谕旨赐建天主教堂。你说这个清王朝是不是很腐败无能？现在继续往上走，它这个教堂大概呢是有围墙的，最低的大概是5米，最高的话大概是7米。这个台阶是有99级，不知道是什么含义。但是这段历史啊，大家一定要记住。当时呢，那个事件呢叫做利川惨案。想想啊，都觉得让人生气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天主教堂的南堂，它有3面建筑，其中呢有2扇大门，第一道为山门，开在围墙上面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围墙呢是8面形，这个是不是很奇怪？一般我们说的围墙要不椭圆形，要不4边形，这里呢不知道为什么是8面形。堂内呢面积大概是180平方米。里面有祭台、有桌椅等等，就跟普通的天主教堂一样的。那么我们眼前看到了赐建天主堂的那个几个字啊，其实就是当时光绪皇帝亲自写的。教堂的西北和东南附有碉堡，碉堡的四周均有青石凿成的内大外小的望孔，相当于是防御型的嘛，就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。也可以说像射击孔一样的。这里就是山门，也是这个男主教堂的第1道门。由于现在大家都知道，现在是关闭了，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重新放开。里面呢还有第2道门。这个教堂呢，其实当时被老百姓烧毁之后，重新又建了，因为是皇帝给他建的嘛，肯定当时的钱也是当时的政府出的，就是封建政府出的。想想觉得可悲呀。看完了南堂，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女堂，两者
相差的距离大概就150米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相当于是女主教堂，这个地方呢长77米，宽24米。这个地方在清朝光绪的时候发生了震惊的利川教案，其实呢，应当就是外国传教士和不法教民相互勾结，欺田霸产，图财害命。当时的利川人民不堪屈辱，这是一部分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跟这里有一个建筑叫育婴堂有关，就是这个女堂，它当时里面有2部分建筑，一部分是育婴堂，另外一部分是修道院。因为这个地方属于大山深处，在清朝那个时候肯定呢条件比较差，很多人呢比较贫穷。当时修建了这个教堂之后，就设置了一个育婴堂，听名字大家都知道了，是教育培养婴儿的地方。他们呢就把这附近的那个贫穷家来的婴儿收到这里来抚养，实际呢其实是为医学，说的简单一点嘛，大家都明白了，医学是什么含义都知道了。那当时很多那个婴儿有去无回，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呢就愤怒了，围攻这个教堂，故而爆发了农民起义，焚烧了这个教堂。当时的清朝政府非常腐败他听从西方那些要挟，反而镇压了农民起义，并且呢，光绪皇帝还亲笔题匾敕建天主教堂，就重新建了这样一座天主教堂。你说是不是很过分？这里就是育婴堂，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。它这里也是2层的。那么下面呢，这个地方呢，可能是当时他们传教士可能办公的地方。然后这边呢有个楼梯，它这些楼梯都弄得很隐蔽，在房间里面，所以当时当地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，只是说后面感觉苗头不对，才来这里讨他们说法。楼梯在这边，现在去楼上看一看。因为我听说楼上呢还有很多小房间。就是这样的，一间一间小房子。当然，这个是经过后面整修过的，现在这里可能也在准备重新开放了。都是阁楼形式的。所以，就像我们最开始说的，那些欧洲人、外国人当时为什么会在利川深山里面修建这样一座教堂？我估计呢，就是跟这个育婴堂有关。大家猜想是不是这样的？要不然不会跑到深山老林里面、大山里面来建设一座这么规模宏大的教堂。从资料上也能够看到，他们这些西方传教士太过分了。